作为一个拥有0位粉丝的猎奇冷知识博主，从今天开始呢，我将用3年的时间为我的0位粉丝讲解那些被教科书藏起来的人性真相。希望你呢能成为我的原始股，一起来看看这个世界的另一面。第一个，我们来讲25号宇宙实验。如果有人跟你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没有996，没有房贷，没有老板，也没有绝症，你呢一伸手就有吃不完的食物，温度永远20度，谁也伤害不了你，你可以活到寿终正寝。你觉得那是个什么地方？天堂，对吧？1968年，有一个美国科学家真的造了这么一个天堂，他把老鼠放了进去，然后他看着这群老鼠在天堂里一步一步走向了史上最诡异的集体灭绝。不是因为食物不够，不是因为疾病，也不是因为互相残杀，杀死他们的凶手只有一个：完美本身。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个事儿。好，这个实验叫什么呢？叫25号宇宙。注意这个数字25，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这之前，这个科学家已经亲手建了24个类似的事件，24个全部毁灭了。但他偏不信邪，他觉得前24次的失败是因为资源不够，这次呢我给够，我给到溢出来，看你还怎么灭绝。这个科学家叫约翰·卡尔霍恩，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生态学家。他呢在马里兰州搭了一个长宽2.7米的钢铁方盒子。这个盒子有多豪华呢？自动喂食槽永远满的，恒温饮水机24小时运转，没有天敌，没有病菌，温度湿度全部精确控制。理论上讲，这个盒子可以容纳3840只老鼠。实验开始，他放了4对老鼠进去，4公4母，他管他们叫亚当和夏娃。前104天的事儿呢，你闭着眼睛都能猜得到。这帮老鼠呢，跟中了彩票似的，疯狂谈恋爱，疯狂的生孩子，人口每55天翻1倍。公鼠呢，勇敢的守领地，母鼠温柔的带孩子，长幼有序，秩序井然，到处呢都是空房间，到处都是机会。每只老鼠都觉得，只要我努力，我也能在这座城市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大平层。这段时期呢，卡尔霍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黄金时代。但到第315天的时候，当总数突破600只，噩梦来了。600只是什么概念？连设计容量的1/6都不到。食物呢没有吃完，水没喝完，空房间大把大把的。那为什么崩了？这是整个实验里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人活着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是吃饱穿暖吗？不是。是安全吗？也不完全是。是意义。一个人需要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位置、有角色、有用，他才能正常的运转。老鼠呢也一样。卡尔霍恩解决了所有的物理需求，食物、水、安全，但他忽略了一个东西：社会坑位。什么叫社会坑位？就是一个社会里能让个体获得存在感的位置。对公鼠来说呢，就是领地和交配权。而这些坑位呢，跟食物不一样，它是有限的。更要命的是，因为没有天敌，没有疾病，这些老鼠的寿命异常的长。老一代呢，占着最好的房间，最多的资源，不死也不让位。然后呢，每天都有新的小老鼠出生，它们长大了，满怀希望地走进社会，然后发现所有的领地都被瓜分完了，所有的位置都被焊死了。不管怎么拼，都拼不到属于自己的1平米。他们被整个系统告知了一件事：你是多余的。你体会一下这种感觉，不是你不够好，而是这里压根儿不需要你。这批找不到位置的年轻老鼠呢，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卷了。他们呢，退出了所有的竞争，缩到笼子最底层的角落里，堆在一起，不争领地，不找对象，不做任何事。卡尔霍恩呢，给这个区域起了个名字：悲惨的池塘。但你以为躺平就太平了吗？恰恰相反，悲惨的池塘是整个25号宇宙里最地狱的地方。这些老鼠呢，在漫长的无所事事之后，开始爆发出毫无逻辑的暴力行为，不是为了争夺什么东西，他们什么都不想要，就是
纯粹的攻击身边的同类。你可以理解为，当一个生命体被彻底剥夺了价值感之后，它不会安安静静的消失，它会先疯。攻击行为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公属之间的暴力失控了，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常行为。然后呢，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母属崩了，因为公属已经彻底丧失了保护家庭的功能，母属呢被迫独自面对所有的外部威胁，长期的高压让他们的精神状态彻底扭曲，他们变得极度暴躁，攻击性飙升，而这种攻击性呢，最终指向了一个最不应该被伤害的对象，他们自己的孩子。大量幼鼠在还没断奶的时候就被母亲遗弃了，有的甚至更惨，被母鼠直接咬死。幼鼠的死亡率呢，一度飙到了96%。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愣了很久，意味着每100只出生的幼鼠只有4只才能活下来。而这4只活下来的，从出生第一天起就没有体验过什么叫被照顾。他们的大脑里呢，跟情感和社交有关的那部分，可以说是物理意义上不存在了。他们不知道怎么跟同类相处，不知道什么是依恋，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不知道什么是信任。就是这群老鼠进化出了25号宇宙里最后一种，也是最诡异的社会物种。卡尔霍恩呢，给他们起了一个极具讽刺的名字——美丽的人。先说这个名字为什么叫美丽的人，因为他们是整个宇宙里外表最完美的一群。别的老鼠身上全是伤疤，毛又脏又乱，因为天天要打架。但美丽的人不一样，他们的毛发光滑的像丝绸，身上没有一道伤痕，体型健康，干干净净。原因呢也很简单，他们不参与任何的社交活动，不打架，所以没伤；不社交，所以不脏；不繁殖呢，所以不消耗。他们每天只做3件事：吃饭、睡觉、梳理自己的毛，不停的梳，强迫性的梳，一天可以花好几个小时在梳毛上。他们呢不找对象，不交配，不生育，甚至不跟其他老鼠有任何形式的互动。你在他们面前放一只异性老鼠，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卡尔霍恩呢在实验笔记里写道，这些个体保留了所有生理功能，但社会行为模块完全关闭。他们是完美的生物标本，但已经不是活着的生命了。你品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不是身体死了，而是活着本身已经没有了意义。把吃饭睡觉打理外表当成生活的全部，回避所有的深度关系，不跟人产生真正的连接，是不是有一点耳熟？我不展开说了，你们自己想。第600天左右，25号宇宙的总人口达到了峰值，大约2200只，离物理上限的3840只差得远。食物呢还是吃不完，空间还是住不满。但从这天开始，出生率跌成了0，整个社会停止了繁衍。不是因为不能生，是因为没有老鼠愿意生了。美丽的人不繁殖，悲惨的池塘里的老鼠不繁殖，剩下的少数正常老鼠也被大环境拖下了水，人口呢开始不可逆转的下降。卡尔霍恩慌了，他做了一个抢救实验，从笼子里挑了几只最健康的美丽的人，放到一个全新的空空荡荡的笼子里。他想的是换个环境，给你们重新来过的机会，从零开始建设新社会。结果呢，什么都没发生。这些美丽的人在新笼子里还是跟在老笼子里一模一样，吃饭、睡觉、梳毛。他们已经不认识同类了，连怎么求偶、怎么建立关系，这种刻在基因里的本能都彻底遗忘了。他们的社交功能不是被损害了，而是被格式化了，不可逆。第1780天，最后一只老鼠在堆积如山的食物旁边安安静静地死了。25号宇宙清零。实验做完之后呢，卡尔霍恩在报告里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呢，我看了很多遍，每次看完都要缓一会儿。他说，对于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来说，死亡有2次，第一次是精神上的死亡，第2次才是肉体的死亡。当精神死亡发生之后，肉体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25号宇宙真正的毁灭，不是第1782天最后一只老鼠倒下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前的上千天里，当所有老鼠停止了建立关系，停止了寻找意义的那一刻。好，到这里呢，实验就讲完了。但我呢不想急着收尾，因为如果看到这里你只是觉得哇这个实验好残忍，那你其实还没有看懂。我想认真的聊聊这个实验真正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你看，所有人看完25号宇宙，第一反应都是资源分配出了问题，社会坑位不够。但你呢再想一层，卡尔霍恩造的这个笼子，物理资源无限，对吧？食物、水、安全、温度，什么都不缺。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资源越充足，生活应该越好。但现实是，资源越充足，死得越快。这件事呢，反直觉到让人后背发凉。为什么呢？因为25号宇宙消灭了一样东西，问题。没有饥饿需要解决，没有天敌需要抵抗，没有困难需要克服。听起来很美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生命体如果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去面对，那它活着是在干什么？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意义真空，维克多·弗兰克尔提出来的，就是写活出生命的意义那位。他从纳粹集中营活着出来的。他在集中营里观察到一个现象，最先死掉的囚犯不是身体最弱的，是放弃了活下去的理由的那些人。反过来说，那些扛到最后的人不一定最强壮，但他们心里有一个还没完成的任务。有人呢要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有人要完成一本没写完的书。弗兰克尔后来说了一句被引用了几百万次的话：人可以忍受任何的怎样活，只要他搞清楚了为何而活。你品品这句话，再回头看25号宇宙，那些老鼠呢，正是因为所有问题都被解决了，他们再也找不到为何而活。不是活不下去，是找不到活着的理由。这才是最高级的死刑。你不用杀它，你只要让它的存在变得毫无必要，它就会自己慢慢熄灭。现在我要说一个你可能不想听的事，我们呢正在做同样的事儿。不是说我们的社会跟25号宇宙一模一样，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但技术的方向是在一步步的替你消除问题。外卖呢，替你解决了做饭的问题；导航替你解决了认路的问题；算法替你解决了选择的问题。效率呢越来越高，但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不知道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应该拿来干什么了？你刷短视频到凌晨3点，不是因为你喜欢那些内容，是因为你不知道如果放下手机应该去做什么。这不就是美丽的人在做的事儿吗？吃睡梳毛，只不过你的梳毛变成了刷手机、修图、追剧、网购。弗兰克尔说，当一个人找不到意义的时候，他会做2件事，要么用快感来麻痹自己，要么用忙碌来欺骗自己。这2种是不是就是现代人的2种活法？一种是躺平，一种是内卷。但25号宇宙告诉你，这2种呢都是精神上的死亡。真正的区别不在于你卷不卷、躺不躺，而在于你有没有一件真心在意的事儿。不是别人告诉你应该在意的事儿，而是你愿意为之疼痛、为之失眠、为之兴奋的事。如果你呢一下子答不上来这个问题，那也不用恐慌，大多数人都答不上来。但至少呢，你得开始想。因为25号宇宙唯一没有告诉我们的，也是它永远无法告诉我们的一件事：人跟老鼠不一样。老鼠呢没法给自己造一个为什么，但人可以。问题是，你会吗？说到底，25号宇宙真正的恐怖不在于物理上的灭绝，而在于精神上的自我清零。当一个复杂生命体停止追问我为什么存在的那一刻，它就已经死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你现在活着的这一天，如果重复1万遍，你愿意吗？如果不愿意，那你至少知道了起点在哪儿。我是老乔，这是我们的第1期视频。如果你看到了这里呢，你就是我的原始股。喜欢的点个关注，3年我们慢慢聊。